就是从小我就知道有这么一道菜，就知道这个菜就只有我爸爸能给我做。然后我父母离婚是我小学6年级时候离婚的，离婚以后呢，就是周5晚上回我妈妈那儿，周6晚上回我爸爸那儿，然后星期天再回我姥姥家。所以我对这个家庭的感情可能跟一般孩子是不太一样的。然后有一天，那时候是高中了，可能呢我交了一个男朋友，但是家里人并不知道这是男朋友，只是认为是很好的同学。然后他午睡的时候呢，他说我可以打电话，那我就跟这个男生打电话来着，结果打了可能有10几分钟，可能我爸嫌我们吵，他就起来了，起来以后就说你怎么还打电话呢？跟谁打呢？啊，你这么小年龄就学坏，就上来给了我一巴掌，然后就把我电话给挂了。然后当时他的第2位夫人就跟我说那个，说别哭，说你出去逛逛，买件衣服回来，说一会儿你爸就消气了。就他正跟我说这时候呢，我爸就已经消气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别生气了。说那个这样吧，你想吃什么我带你去吃。后来我说我想吃赛螃蟹。后来我爸就说啊，你这个点吃赛螃蟹，说这个不是吃饭的点儿。说那个而且我刚睡起来也不想做东西，懒得做。我说你不是问我想吃什么吗？你不是现在哄我呢吗？那你得让我高兴才行呀。然后我爸就没办法了，就去厨房给我做了赛螃蟹，这个可能就已经是最后一次了，后来再也没吃到了。赛螃蟹其实就是炒鸡蛋，就是把鸡蛋打碎，搁在油里面炒一下，但是不是把那个鸡蛋炒得特别的熟、特别的死，而是半生的，然后你加上姜末和黑醋。虽然是很简单的一道菜，可是你吃起来感觉就觉得特别的开心，特别幸福那种感觉。就是这道菜我们家谁都做不好，只有我爸爸做得好。我刚到日本留学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是有时候会在家试着做，就是怎么都是差着那么一点味儿，就不知道差在什么地方。在家里呢，我妈妈啦或者别人啦会模仿着做，但是都是做不出这个味儿来，所以对我来说不是赛螃蟹，只有我爸爸做的这个才是赛螃蟹。那个时候并不是说对这个菜有什么的回忆去做这道菜，就是想啊，我现在想吃赛螃蟹了，想吃那一口，那我就做着试试啊，又没做好，每次都是这种感觉，还是我爸做的好，就只不过是很普通的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思い出。但是我爸去世以后，这个赛螃蟹对我的意义就改变了，就不一样了。因为这个就是他有第3任夫人的时候的事儿了。去世的时候，当时是这个女孩子打电话给我，说你爸爸可能快不行了。我说我马上订机票，我马上回国。就正说着这个时候，他跟我说你爸爸走了。当时订了第2天的机票，马上就回国了。那时候就在医院的那个停尸间，然后从停尸间里面把我爸爸从那个跟冰箱一样的地方拉出来以后，我第一意识是害怕，我往后退了几步。但是等我意识到这是我爸爸的时候，我突然就一下就哭崩了，就走到他跟前就哭崩了。后来从那以后，我的精神状态就一直不是特别好，我不能很正常的和别人接触，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病吧，可以说抑郁症的一种。后来我就慢慢的就是把自己的思想啦，什么自己的想法，很多行动啦，一点点改变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告诉自己，只要我爸爸没有留遗憾，我就满足了。后来过了一段时间，听我妈妈说，我爸爸有一个朋友在我爸临走之前的时候去看过他，然后他当时就跟我妈妈说嘛，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任何遗憾，我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我妈妈和我。第一次觉得啊，我爸爸是爱我的。说实话，其实我当时觉得我并不是很爱我爸爸的，因为毕竟从小也没有生活在一起啊，再加上我爸爸的这个性格，我对他其实并不是很在乎，所以他住院，我虽然心疼，我虽然会去照顾，但是好像现在想想，我当时对他没有特别的留意，只是觉得我做女儿的我就该做这些，所以我来做这些而已，并不是说啊，爸爸你需要什么呀？你需要我给你做什么？不是这种心情，而是说我就得做这个，我就来做了。但是你要说那时候我不喜欢我爸爸也是假的，我对他是有感情的，但是可能不是感情很深，就不像我对我妈妈的那种感情是不太一样的。
但直到我爸爸去世以后，我才是第一次觉得啊，他是我爸爸。我不希望他走，我还希望他留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还希望他能陪我。我很爱他，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的。